在开始之前，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个关于睡眠的真相。你是否曾想过，或许我们连最基本的睡觉都还没有学会。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凌晨1点钟突然醒来，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这时，我们往往会开始焦虑，尝试数羊等方法，但结果却越数越睡不着，反而变得更加焦虑。你可能会想，这样的话，明天可怎么上班呢？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我们没有连续睡够8小时，就会开始焦虑，认为科学家们都说，不能连续睡够8小时，人就更容易衰老。长期如此，不仅精神不好，身体也会出问题。更有趣的是，还有一群人会引用中医理论，说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胆经最活跃的时候，必须睡觉，否则身体就会垮掉。然而，现在的年轻人在这个时间段往往是最活跃的，基本上没有睡觉的。因此，看到这些关于胆经的理论，也会让很多喜欢熬夜的人产生心理负担，担心自己这样下去会不会离死亡不远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刚才说的这些常识可能全都是错的？在睡眠问题的背后，其实有太多被篡改的真相。真正有效的睡眠方式，与你现在认知的绝对完全不一样。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去揭开那个被封印的睡眠真相吧。在中国唐代的《酉阳杂俎》中，记载了终南山有一位艺人，昼夜不寐，却神采奕奕。这表明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古人就已见证过这种反常的睡眠现象。那么，古人是否真的找到了睡眠的终极秘法呢？另一本宋朝的古书《东京梦华录》中，详细描绘了《清明上河图》中的一个细节：夜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也就是说，商铺在3更天晚上11点左右打烊封市，等到5更天凌晨3点左右又重新卸下门板开始营业。这种半夜暂停营业的规矩，正是中国古人第一次睡眠后的清醒时间段。这表明，中国古人同样遵循着双向睡眠的模式。在1990年代初，美国历史学家罗杰·艾克奇在研究夜的历史时，偶然发现了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其小说《巴纳比拉奇》中提到的第一次睡眠。这一发现促使艾克奇深入研究，最终揭示出在欧洲中世纪，人们的睡眠方式与现代截然不同。当时的普通人一天至少会睡2次觉，第一次睡眠通常在晚上78点或89点左右开始，持续几个小时，然后在凌晨11点至12点左右自然醒来。醒来后，人们会进行各种活动，如喂牲口、处理家务、祈祷、反思过去、计划未来，甚至串门。这种睡眠方式被称为双向睡眠。有趣的是，16世纪的法国医生路朗·茹尔声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睡眠之间的清醒时间段是最佳的受孕时间，且在此时受孕的孩子，女孩会更漂亮，男孩会更聪明。从中国的《酉阳杂俎》和《东京梦华录》到欧洲中世纪的双向睡眠，我们发现全球古人都在遵循类似的睡眠模式。这种双向睡眠模式并非偶然，而是符合当时人们的生活节奏和自然规律。明代弘治年间的太医刘文泰在《本草品会经要》中注明，夜半服药须分2物，出物易安神，入物可攻击。这里的出物和入物指的是醒来的意思。刘太医认为，在半夜醒来时服用安神药物，
在凌晨1点到3点的丑时醒来时服用治病药物，效果最佳。这与中国古代的子时和丑时的理论相吻合。子时阳气出生，适合安神；丑时肝经旺，适合排毒和治病。这种观点与300年前法国医生劳伦尤尔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同样认为，在2段睡眠中间的清醒时段，人体的体温变化最适合孕育新生命。元丰6年10月12日夜，苏东坡被贬黄州后，半夜醒来见月色入户，便起身去找好友张怀民。他在《继承天寺夜游》中写道：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以前人们误以为这是2个失眠者的无赖之举，但实际上在北宋时期，这种半夜清醒是生活常态。在敦煌的藏经洞中发现的佛经，如《阿弥陀经》《大智度论》等，都将黑夜细分为初夜、中夜和后夜3个时间段，其中中夜被明确标注为宜醒时，即适合保持清醒的时间段。这一时期被认为是思考、反省、冥想的最佳时间。同时，《黄帝内经》的《素问篇·灵兰秘典》中提到：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中夜是胆经当令的时间段。中医认为，此时人的判断力和思考力最强，适合进行思考和做决断。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也提到：夜半子时，气血流注，胆经一静坐调息，说明此时不睡觉反而适合打坐冥想。现代睡眠实验室的数据同样显示，人在凌晨1点到3点之间的皮质醇水平会自然上升。核磁共振扫描发现，此时脑子里面的记忆区和决策区非常活跃，这表明古人所认为的中夜适合思考和做决断的观点得到了现代科学的验证。美国斯坦福大学睡眠研究中心进行了一项为期2年的大规模临床试验，招募了1000名长期失眠患者，将其分为3组。第一组继续使用安眠药，第二组接受认知行为疗法，第三组采用一种新的睡眠改善方法。新方法要求参与者在睡前30分钟进行特殊的呼吸练习，同时配合轻度肌肉放松训练。具体步骤如下：找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可以是卧室或客厅，采取舒适的坐姿或平躺，闭上眼睛，开始深呼吸练习。缓慢吸气4秒，屏息7秒，然后缓慢呼气8秒，重复这个过程510分钟。在呼吸过程中依次放松全身肌肉，从脚趾开始，逐渐向上至头部，想象自己置身于一个宁静放松的场景，如海滩或森林。这种方法融合了冥想、呼吸训练和肌肉放松等多种技巧，通过调节自主神经系统，降低身体的应激反应，从而促进睡眠。研究结果显示，采用新方法的第3组参与者睡眠质量显著提高，入睡时间平均缩短了45%，夜间醒转次数减少了60%，效果甚至超过了使用安眠药的第1组。下次当你在半夜醒来，一边刷手机一边自责时，不妨换个角度思考，这并非完全是自律性的问题，而是刻在基因里的古老闹钟在发挥作用。到了这个时间点，你的基因会自然而然地提醒你，像祖先那样清醒过来，因为此时阳气出生，是创造力和决策力最旺盛的时刻。按照古人的说法，中夜这段时间反而更适合工作、学习和思考。然而，现在网上流传的许多说法却与古人的智慧相悖。比如，有人会告诉你，子时是胆经最活跃的时候，
必须睡觉，否则身体会垮掉。但深入了解后会发现，这种观点与古人的智慧恰恰相反。那么，为什么我们现代人似乎已经完全遗忘了中夜的宝贵，以及古人的分段式睡眠呢？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现代科技的发展，灯光的出现和娱乐活动的增多，让我们不再愿意天一黑就睡觉；二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纺织厂用打卡机规范工时，流水线上的机器不再允许工人在半夜醒来，这种新的睡眠秩序逐渐普及全球。有趣的是，美国历史学家罗杰·艾克奇在研究夜的历史时发现，失眠一词是在18世纪中期才进入英语的，这与双向睡眠的衰退和工业革命同步。这表明，人类最自然的睡眠方式被篡改，是全球人类共同业力的结果。尽管如此，了解分段睡眠的意义依然重大，它至少能减少我们内心的内耗，让我们不再因所谓的不自律而自责。如果条件允许，你甚至可以尝试这种自然的分段式睡眠。最后，让我们回顾《黄帝内经》中关于睡眠的智慧：阳气尽则卧，阴气尽则寤。这句话揭示了睡眠的真相。不要被科学家的连续睡够8小时或所谓的分段睡眠所束缚。睡觉就是补充阳气，排出体内阴气。当感到没有阳气、没有力气、没有精神时，就去睡觉，醒来后自然就有力气和精神了。所以，忘记所有的睡眠标签，困了就睡，醒了就干。不要被时间段睡眠时长或单双段睡眠所限制。也许，这就是庄子所说的逍遥吧。而《酉阳杂俎》中记载的终南山一人，能够昼夜不寐却神采奕奕，或许正是因为他通过修行，体内永远充满阳气，没有阴气的干扰。让我们尊重自己的生物钟，顺应自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睡眠方式，这样才能真正享受优质睡眠，拥抱健康生活。一篇最新发表在《自然》杂志的论文揭示了深度睡眠的新作用，有助于心脏病发作后的心脏修复。研究显示，心脏病发作后，单核细胞迅速被招募到大脑中，刺激睡眠神经元以诱导深度睡眠。这种睡眠抑制了交感神经向心脏的输出，抑制心脏炎症，从而促进心脏修复并改善心脏功能。如果睡眠被打乱，过多的炎症则会恶化心脏功能并减缓修复。研究团队在小鼠中诱导心脏病发作并监测其脑电波，发现心脏病发作后的小鼠慢波睡眠时间显著增加了3倍，且持续1周之久。小鼠研究发现，大脑在相互隔离的不同睡眠阶段处理新记忆和老记忆，这有助于防止2种记忆混淆。在深睡眠期间，小鼠的瞳孔会缩小，随后又扩大到原来大小。这种循环往复的每个周期为1分钟左右。大脑重放精力的绝大部分发生在小鼠瞳孔缩小时。研究团队通过光遗传学技术减少与重放相关的神经元放电次数，发现在小瞳孔阶段减少放电会导致小鼠清醒后完全忘记奖励的位置，而在大瞳孔阶段减少放电则不影响记忆。在世界睡眠日期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布了《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5》。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整体睡眠状况有所改善，人们的平均睡眠时长增加，主观睡眠质量提升，睡眠健康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但中等收入人群和承担母职的女性睡眠质量相比较差。
不同就业类型群体的睡眠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传统灵活就业者的睡眠质量最佳，而新就业形态人员如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因昼夜节律紊乱，失眠天数均值最高，主观睡眠质量最差。干细胞疗法改善睡眠。一项针对失眠患者的临床试验显示，接受间充质干细胞治疗的患者，失眠症状显著改善，整体睡眠质量得以提升。间充质干细胞以其多项分化和免疫调节的特性，在改善睡眠质量方面表现出较高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饶毅教授团队的睡眠调控因子研究。饶毅教授团队在 Cell 子刊 Cell Chemical Biology 上发表了研究论文，发现钙条神经磷酸酶 KIN 在睡眠中具有关键的生理作用。通过生物化学和化学生物学方法，研究揭示了 KIN 对睡眠的调控机制，开创了生化纯化和化学生物学作为研究睡眠的有效方法。从古人的双向睡眠到现代的睡眠研究，我们对睡眠的理解在不断深化。古人遵循自然规律，将夜晚分为多个时间段，合理安排睡眠与清醒活动。现代研究则从科学角度揭示了睡眠对身体修复、记忆巩固和情绪调节的重要性。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尊重自然、顺应生物钟始终是获得高质量睡眠的关键。希望这些关于睡眠的真相与研究，能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睡眠，改善睡眠质量，从而拥有更健康、更美好的生活。谢谢你的聆听，加入我们，通过点赞与关注我们的平台。佛教智慧，古韵佛学与当代禅意交融的空间，探索更多宁静心灵的篇章，澄净心灵，为您的日常旅程洒下智慧之光。